土里的成分有没有明确说明？这是非常标准的，它里头有营养含量的。有营养含量的是吧？有 G7。对 ，G7 0.4、0.03、0.07。OK， 好，我们拍一下，到时候我要做个记录的嘛哈。这个呢就叫 Agro Mix， 咱们呢因为他们叫什么 Growing Medium， 就是高质量的生长媒介。那它一般来讲是种花果呢，还是种咱们用蔬菜呢？它是用作育苗来用的。OK， 就是它特别肥是吗？不肥，但是说它是营养成分非常标准，就是说，你只要外界施加的养分有一点点变化，都在苗上能体现出来啊。因为它的，它的通透性特别强，但是呢，它的保水性非常差，就是你浇水它会渗下去的。所以说呢，它对养分的这种缓冲就特别敏感。当你发现它缺氧的时候，你只要浇上水，养分就出来了。所以呢，用它呢做一组对照，咱们呢可以用这个纯的这个土做一盒，然后呢再做一盒里边混了你那个产品的。好的，好的。 OK， 这样的话呢，能够用这个土做，能够测试出来你这个物质的肥效，你显著不显著？这是做肥效的。OK， 因为这个土是绝对的标准土。好。等一会儿咱把这个再倒到那个箱子里头，把你的那个产品混进去，然后再装上。其实我那个呢就可以放在根系边上，没关系，它不烧根。但是容易当追肥用也都可以。已经有4包了。OK。那我这里头是放2包，是吧？可以。这个是和这个没有放这个的对比，对不对？对。就是2个盒子和这2盒子装的和1盒子没肥料的对比就可以。因为你那个对照组就1个就足够了。它这个对肥料的这个是很敏感的，是吧？对，就是说对外界的这个多一样东西，它是很敏感，非常敏感的，而且就比较有效果。而且它是非常标准的。OK。因为咱们明确知道这个土的养分含量是啥。你敢说这拖拉机里这种土就只能说叫原田土，但是呢，原田土你混了它之后，能发现如果长得好的话，证明它降解大分子物质的能力非常强，利于吸收。Good idea。所以它要搅拌很均匀。对。然后装。不要结块，对，全打。这都多少年不做实验了？又让你回到这个时代，我以后经常有实验来做。但是我这个也在你这学到好多东西。因为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技术哈，真的在这个农田实验里面，其实上我们都是小白。对你做你那块，我这边就是说需求上这些，因为我是比较了解这些农民需要什么，还有政府需要解决什么。政府的需求在什么地方哈？陈总跟我说，他说现在海边盐碱地需要很多的盐碱地需要加入大量的这个有机质的土壤，让它恢复有种植能力。有太多盐碱地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国策问题。但是你如果这些东西要靠老百姓来买你的肥料，那么你没有人来买，你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不对？必须国家来投入这些东西才差不多。尤其是海边的沿海的盐碱地是很难治理的。是啊，这盐碱地的治理的问题。对，因为像我们吉林呢也有盐碱地，像前郭
那些地方也有盐碱地，但是后来不就用盐碱地种稻吗？就是说很好的啊，能种啊？能，因为那叫水洗碱。用水来洗碱，把碱洗走了。OK。然后那个水还能熬出碱来，土壤里的碱就没了。哦，这么好。对。那不错呀。因为我们农大有一个专门的系叫土壤，他们就是研究土壤。而我们呢我们是农学专业，但是呢，我们有土壤学这门课程，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土壤的大概性质是什么。土壤可是真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现在越来越需要了。国家也鼓励大家去学农业。对，真的是，现在特别或缺的一个资源。尤其是你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小菜盒子当中，效果特别明显的话，哇，你推广会很快。因为这个庭院种植现在是。不管从政府也好，从哪儿也好，都是大力支持的，但是没有办法每年买土去填，那个浪费的。3棵，1棵，2棵，3棵，这样的话都是独立苗，你知道吧？然后它生长的时候，彼此没有什么遮光挡雨，没有任何损失。OK。那个也一样啊？对，都一样。种3棵啊。种完才浇水啊？对，种完同一浇。对，看哈，挖个洞塞进去就完事了。等一下浇水，对，就压一压它。很有意思。啊，蛮有意思。我先给它挪到这边来，待会儿它那个第3罐要上来了。那要多少时间才能知道效果？就是它一起长，我们过1-2个礼拜就可以。一般1-2个礼拜就可以看出效果吗？差不多。差不多哈。1-2个礼拜就可以，它就能长大吗？它就能长大。长大得是30天左右啊。但是呢，2个礼拜能够感觉到它可以对比有差异。根系的恢复状况了。啊，差异啊。对。如果说它这个有很好的效果的话，它会复状，就是它根系恢复的生长会恢复的非常快。你说它原来苗里的根系恢复到这个土里面的根系啊，就是让它生根，吃到土里的树种，因为这个过程叫缓苗。如果说你对缓苗有很大作用的话，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会更值钱一点，因为就会用到育苗身上。育苗对土的要求是很高的，对不对？很高的。一般那土都育不出来哈。所以说就得用这种标准土，然后调肥。OK。然后调肥。所以如果我那个好的话，我就和这个土混在一起卖，不就不用调了吗？不是，如果你这个好的话，你就不能混到土卖了，因为说咱们单独卖。这加拿大很多花卉都是组织培养的，主培的你知道主培的那个小苗就像个牙签似的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混到它的培养基里头，作为组织培养。快速分根的还是有机的，那个就有价值了。就是混的那个水 ，OK。先浇旁边的哈。对。这你强项。它从这个边上一圈这样子浇过来。对，这就是标准的对照组嘛。然后下一个呢，我就给你用原田土做，就看它降解力。这好专业，我有自己。呢，你再给我2包，我那边已经有。对，我那有的是。我那有种完的，咱们开上钩放上，看它追肥的效果是多大。就是每一个根系所生长的空间都是相同的，因为这盒子是一模一样的。对。如果说一个根种这么大个盆，一个种这么点个盆，你是没有对照，就是这个实验不成立了。所有的条件都一样，除了一个不一样，加了肥和没加肥。你像这个土也是，就下去就地里就这一铲子，就这一个地方了。对呀，就这一铲子。对。要在同一个包里头拿出来。对。所以这个是绝对的标准的东西，没有不会引起异议。凡是做实验这块，你就交给我。对。
你这个做的太好了，我特别有耐心做这东西，而且我不会争名争利那种人都不是我，太厉害了。因为我都老了。没有，我觉得我能够请到你来给我帮忙，真是太荣幸了。你又那么专业，还有那么有想法。我昨天也跟这个，因为像他们做环保的人，也没想清楚这个出来的肥料，这出来的有机素到底能干什么，有好多方向。然后大家还在这里在探讨，是做生物质发电呢，还是做肥料呢？还是就是做无害化无害化处理。Soil Booster 实际上这是一个最大的项目。就是 Soil Booster， 它就叫 Soil Booster。对，这是最有非常有潜力的一个哈，任何国家都需要。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它没办法拒绝啊，因为这种我们处理这种有机废弃物的话，它的量很大。对。你这么大的量，你做成干有机肥，实在是成本太高。这样，你看嘛，混完了之后能发现它的存在，你看着没？啊，可以看到，可以看得到，看，可以看得到。对，你看，对的。你给我点一个。这不都是吗？就是白的。这个黄黄的是我们的。黄黄的都是，这个土就是黑的。土质是黑的。这就是典型的黑盖土。就是它对土标准的，你能读出来它的养分含。对。这个未知数，对，你这个是以前种过？没有啊。那这个根是哪里来的？那个原先长过草的地方啊，买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我地里的。啊，原先长过草，这个土质是。管理土壤。没有组织管现在。农业部。对，就都农业部的事儿。农业部。都是农业部。你要想。它有政策引导嘛，对不对？你要想推广的话，你就到农会 UPA。等我把这个做完。拿桶里那个就是混的那个水以后浇它就用那一个桶里的。这个浇水直接浇根儿啊。它是雨水是吗？OK， 地下水啊，地下水。地下水，但就是一个标准水，没有。水都不能够随便换。Deep water。地里面挖出来。对，它是地下渗透过去的，渗透以后的水。因为给你们做这种实验的，就是得标准一点，否则的话，你今天用这个水，明天用那个水，那个水不一样，对它影响很对。尤其叶菜很厉害的。是的。那为什么用地下水不用那个水龙头里自来水？那水龙头里的水里头是有其他的添加物的。对，你就一定要困几天，就放在这个桶里头静止一段时间之后。说的对。浇完一个，我给你拿走。先浇旁边的。兔粪它不均匀啊，它一颗，我的粉末非常均匀，它可以被均匀的吸收。如果兔粪的话，它怎么均匀法？然后它那个养分没有那么浓缩，不一样。土质是黑的，这样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蚂蚁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证明的是，它到底能够降解的速度，就是它对土壤，因为说植物根想吸收土壤当中的养分，它只能吸收小分子的。往往植物吸收的时候，都是通过它根系分解的酶来分解这种大分子的养分。如果说你加了它，它能够有微生物在存在的话，真实的存在的话，它那个微生物就能帮着降解土壤当中的大分子养分，以便于植物吸收。这边就撒它，这边不撒。撒完之后就捞对，你是想学诗的方式，还是想撒上去？
什么叫学识的方式？就学识就是你挖一个洞，往里撒一点，把它 OK 填进去。啊散施啊，就是撒进去。啊，学识的方式。学识啊。我要挖一个洞，在它根基边上，哪怕挖2个洞都可以。但是你能均匀的把它分好吗？那我不能。那我不能。要不能我就抓一小撮。啊，对，那你可以。你表面撒上去没有效果，它要放在根里面。OK。一定要在土里面，它才能表面撒完之后，它这么一挠，就混到土里了。但这个无所谓。我就每一个都抹一点上去，我先准备好这个。对。反正4排种4排不种就行了嘛啊。就这样就有对比了嘛。对的。你看它这个种的好整齐啊！你那边种的怎么这么小？你别说我，是不是？别说我。再说我下次不带你来了，你妈都说了。就是不要你带我们，反正是不要你带我来的情况下。我们上次在那里拔杂草，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杂草，哪个是他种的。你还跟着拔过草呢？对啊，可是不是很确定到底哪个是杂草，然后哪个是种进去的。我才问他，再把当杂草拔了哈。对啊。今天天气好。用不用给你拿手套？不用。以前我们做一般1克玉米1克就够了。但是那是猪粪，猪粪比这个要肥一些。那对。所以这个我可以稍微2克左右也差不多。小青菜就1克也差不多。现在你们就得给个标准数，就是1公斤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啊，要看什么肥料、什么样土壤、什么蔬菜，这个确实要很准确的话，全部要第三方实验数据拿来做。如果那个要这么准确的话啊，但是呢，什么土壤、什么菜，是不是很讲究？大概性的，大概的。对。农业种植农业种植的话，一般来讲，你各种各样肥料也是很花钱的，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那个土质都变坏了。看，这是你的便便。这是他拉的吗？有一些是他拉的吗？很少拉的，我主要是那边南မြို့河种了几个小兔子。种了几个小兔子。他拉的都到处园子里乱。连粪便的主人都来参加实验来了。说黑兔拉屎，种啥菜都黑。是吧？这行就得放到这儿，这儿。OK。远离这边，对。对。但是这2行如果边界效应都能看出来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太有效了。就是。那就不是一般的。那不是神丹妙药了。看一下，我还可以加一点，待会儿。这样子我在它根系边上撒。对。哎，这个本来就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但都不会死。看我能不能把它救活。它不会死。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讲，我们是播种的时候就这样子就可以一起放下去，就很方便嘛哈。但是追肥的话，就比那个播种的时候放肥的话复杂一点。因为这是当追肥来使用。所以这4个都是一样的，对吧？一样的。我放2个吧，哈。没问题的，没问题，你放几个就行。这2个这边阳光都差不多对，一样的，这点误差就忽略不计。可以基本上忽略不计了。